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这个网上关于咱们国家要大阅兵的消息是越来越多，这个照片啦、视频啊，那一波接一波的呀。其实说实话，我每次看到咱们那些威武雄壮的东风快递啊，看到咱们那些整齐划一的解放军战士啊，这心里头那股自豪感是蹭蹭的往上涨。真提气啊！就像你看着自己家这个孩子啊，这个儿长高了，身体也壮了，在学校里没人敢欺负了，腰杆子都挺直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是一种安全感，是一种咱再也不是100多年前那个谁都能来捏一下的软柿子的扬眉吐气。但是啊，朋友们，每当这个时候啊，我就会想到咱们的祖辈在这个日寇的铁蹄下是怎样挣扎的。这南京城的30万的冤魂，731部队那些惨无人道的实验，这一幕一幕啊，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那血淋淋的伤疤结了痂，但永远不可能消失。忘了就等于背叛。所以你看，咱们高兴，咱们自豪，咱们心里头啊有根弦时刻绷着。但有意思的事就来了，同样是面对历史上的血海深仇，这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那做法可真的是天差地别啊。就说咱们吧，当年这个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啊，那是罄竹难书。按理说啊，咱们现在是强大的呀，航母下水了，飞机上天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开着军舰到东京湾上去耀武扬威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尝尝被占领的滋味？但是咱没那么干啊，咱们选择在天安门前把最先进的武器拉出来晒一晒，搞个大阅兵，这是啥意思啊？这不是去炫耀武力，要去欺负谁啊？这是在告诉全世界，尤其是一些心里面还揣着小九九的国家，看清楚了啊！爷现在有实力了，你们谁也别想来我家撒野。我们爱好和平，但谁敢动我们啊？这棍子可不是吃素的。这叫什么？这叫以武止戈，用强大的国防力量来震慑敌人，保护我们每个老百姓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们强大是为了不再被屠杀，而不是为了去屠杀别人。这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仁义和智慧。可是啊，一扭头，咱们再看看中东那边啊，那真的是让人火冒三丈啊，能把人气得肝儿疼。这事啊，得从根儿上说。那当年啊，这个犹太人啊，可以说是无家可归，像丧家之犬一样的在全世界流浪，没人待见。是中东的巴勒斯坦人民发了善心说，兄弟没地方去是吧？来我们这儿分你块地，大家一块过日子。这结果呢，好家伙啊，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呀。这帮被收留的犹太人里头啊，冒出了一帮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极端分子。他们站稳脚跟之后啊，不是想着怎么跟邻居好好相处，报答当年的收留之恩，反而是鸠占鹊巢，开始抢地盘，杀戮曾经的主人。这事啊，一直闹到今天，是愈演愈烈，这简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哈马斯那边啊，其实早都怂了，说行，别打了，我们同意停火。连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啊，都哭着喊着上街，求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赶紧停火换人。全世界包括很多有良知的犹太人都在骂，都在施压。但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就跟聋了一样，这眼睛一闭，心一横，大手一挥，给我打，往死里打，全面占领加沙。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啊？这已经不是战争了呀，这就是赤裸裸的有计划的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啊！他们的目的啊，就一个，把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带的人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心呢，比墨水都黑，比毒药都毒啊！最近啊，以色列军方那个发言人啊，又出来开发布会了。我听了半天，总结出3点啊，大家品一品，这里头的猫腻有多大？这第一点呢，他说啊，我们对这个加沙城的总攻已经开始了。听听啊，说的多轻松！什么叫总攻？说白了呀，就是要把整个城市翻个底儿朝天，坦克开进去，飞机在天上炸，士兵挨家挨户的清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可不是打游戏啊，那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加沙城里住的是什么人？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妇女，是儿童，是老人。这一声总攻，就等于给他们的生命判了死刑。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一个加沙的记者，他的手机里存着他全家人的照片，
前几天啊，他还在跟孩子视频，孩子问他：“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他笑着说：“快了，等爸爸工作完就回来。”结果第二天啊，一颗炸弹下来啊，他整个家族几十口人啊，从老人到刚刚会走路的娃娃全没了。他对着这个镜头啊，是哭得撕心裂肺。他说：“我没有家了，我报道的新闻啊，成了我自己的生活。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间惨剧啊！”这第二点，以军在大规模的征兵，征召了6万预备役，还延长了2万人的服役期。大家算算8万多人，这以色列总共才多少人口啊？这几乎是把能拉上战场的青壮年又拉上了一批。干嘛去啊？不是去保家卫国啊，是去执行这场丧尽天良的屠杀行动。这说明什么？说明内塔尼亚胡啊，他们是铁了心的要把这个事儿干到底，不管死多少人，不管花多少钱，而且他也把更多的以色列普通的家庭拖下了水。那些被征召的预备役，可能昨天还是个程序员，是个老师，是个开咖啡馆的小老板，今天就得扛着枪去加沙杀人，他们愿意吗？很多以色列人上街抗议啊，就是反对这个，但是没办法呀，被这个政客绑上了战车。这第3点啊，是最可笑也是最无耻的。那个军方发言人一本正经的对着全世界的记者说：“我们这次行动啊，是为了打击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的政治和军事据点，而且我们非常人道，我们会提前发警告，让平民撤离。我们还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甚至还增加了援助分发点。”哎呦喂，这脸皮得有多厚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允许平民撤离，你把整个加沙围得跟铁桶一样，水电粮食全都给你断了，北边炸完，你让人往南边跑，这南边又开始炸，你让他们往哪儿撤呀？撤到地中海里去游泳吗？还人道主义援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以色列军队干的最拿手的活儿，就是朝着那些排队领面包、领面粉的饥饿平民开枪。那些援助物资分发点早就成了你们的移动靶场，连西方那些平时偏袒你们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拍了无数的视频和照片，证实了你们的恶行。以色列军队对试图靠近物资分发点的平民开枪射击，已经造成500多人死亡和4000多人受伤。寻找食物绝不能称为寻求死亡。还有更恶毒的，有报道说专门瞄准小孩子的下半身开枪，让他们一辈子都残废，这叫人道主义，这叫扩大援助。我呸，这简直就是把无耻2个字刻在脑门上了。难怪啊，现在连以色列人自己都受不了了。去年1年啊，有8万多的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国家，移民跑路了。8万多人啊，对于他们那个小国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心向背啊，连他们自己的国民都对这个被战争狂人控制的国家感到了绝望。那朋友们，聊到这儿，咱们心里面都堵得慌。面对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咱们就只能在网上骂2句，眼睁睁看着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所有的警告、所有的谴责都跟废纸一样苍白无力？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按住以色列这双沾满鲜血的手？咱得往深里想，以色列之所以敢这么嚣张啊，这么肆无忌惮，有2个关键原因。第一个是力量太悬殊了，巴勒斯坦那边拿得出手的武装，除了哈马斯那点小米加步枪，基本上就是拿石头砸坦克，这实力根本就不对等啊。这第2个也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背后站着个爹，美国。美国毫无底线的袒护，要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谁在联合国敢说以色列不好，美国第一个跳出来一票否决。那个拜登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他说如果没有以色列，美国就必须在中东创造一个以色列。这话啥意思啊？就是明说了呀，以色列就是美国插在中东这块肥肉上的一把刀，是用来搞乱中东、控制石油的工具。有这么个爹撑腰，这以色列能不有恃无恐吗？再加上内塔尼亚胡这种政客，他自己官司缠身，国内矛盾一大堆，不打仗他可能就要下台进监狱，所以他就拼命的以战争续命，把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当成他自己的赌注。那怎么办？光骂是没用的，得有点实际行动。
有专家说了，可以从3个方面下手。那当然了，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大家一起探讨啊。这第一呢，得组建一个反屠杀联盟，在中东啊给美国佬也刨个坑，让他们陷进去。说白了啊，就是要把美军这个中东混乱的总根源给拔掉。你看这个美军在阿富汗打了20年，最后灰溜溜的跑了，为啥呀？因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中东这些有血性的国家能联合起来，这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把支持巴勒斯坦变成一场持久战，让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天天挨打，天天提心吊胆，让他感觉待在这儿的成本啊比收益高太多了，那他自然就得滚蛋啊。这美军一走，以色列这条狗啊没了主人牵着，他那嚣张气焰至少能下去一半。这第二呢，以色列内部的有识之士啊，得赶紧行动起来，清理门户，得把内塔尼亚胡这种为了个人权利不惜葬送整个国家的政治毒瘤啊给切掉。其实很多有良知的犹太人都看明白了，这么搞下去啊，这个以色列早晚会被全世界孤立，最后走向灭亡。那现在需要的是以色列人民，特别是那些被他绑上战车的士兵和家属们，这勇敢的站出来，把他赶下台，送上法庭，不能再让这么一个老鼠屎啊坏了整锅汤。这第三啊，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力量都应该联合起来，给巴勒斯坦输血。现在巴勒斯坦实在是太弱了，你光靠他们自己啊反抗就是以卵击石。也门胡塞武装武器不行，伊朗呢顾虑太多，不敢真动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世界正义联盟。中东那些富得流油的石油国家，别光动嘴了，赶紧出钱呀！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可以提供武器、提供物资，目的啊就一个改变中东战场上力量严重失衡的局面，让巴勒斯坦人啊有能力保护自己，有力气去反抗。你不是搞屠杀吗？那我们就让被屠杀人啊手里面也有枪，看你还敢不敢这么猖狂。那朋友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句话，人类社会啊发展到今天，有这个卫星，有 AI， 有这么高的文明，居然还能发生像加沙大屠杀这样的野蛮原始的罪行。这不光是以色列和美国的耻辱，这是我们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耻辱。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战，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热爱和平了。我们经历过被屠杀的痛苦，所以我们最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强大自己是为了让历史的悲剧啊不再重演。面对加沙的惨状，沉默就是纵容。现在啊是真的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候了。我们每个普通人啊或许做不了太多，但至少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持续的发声，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让这股呼唤正义的声音啊汇成一股谁也无法忽视的巨大力量。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聊的时候啊，能听到一些好消息，希望和平啊能早日降临在那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